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《西游记》相信大家都看过，基本上是陪我们从小长到大的。里面讲述的就是唐僧、孙悟空师徒四人去取经的故事。尽管说这是一个神话故事，但是他们几个人在现实还是有原型的。你像唐僧，公认的就是玄奘法师，那孙悟空也有原型，他本身是叫做悟空禅师。但是有一点呢，唐僧基本大家没有异议，关于孙悟空就意义很多。你像说有个花果山是在连云港，那在山西呢，还有说有孙悟空的后代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在福建一个大山里面，说这里有孙悟空的墓，并且呢，这里还说是孙悟空的老家，这个是不是很好玩？神话中的一个人物，结果呢，全国各地都有他的介绍，都有他的故事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这个大山里面看一看这个孙悟空的墓。要看他的墓，我们首先就要了解一下孙悟空。可能很多人会说，孙悟空大家都非常熟悉，没什么可了解的。其实恰恰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看。《西游记》尽管是一部神话小说，但是我们刚刚说了，它现实当中确实是有原型的。你比方说孙悟空，他的原型也是唐朝的一个和尚，叫做悟空禅师，原名叫做车凤朝，是陕西泾阳人。他出生于唐玄宗时期，差不多离唐僧大概将近100年的时间。他的经历跟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很相似。唐僧是从长安出发，一路西行去了取经，最后回来了。而悟空禅师他早期是朝廷的官员，在21岁的时候，他就随当时的一个官员出使西域。不过呢，他准备回长安的时候染病，于是在那里治疗，结果呢，可能想通了一些东西，就在那边落发为僧。随后车凤朝就一直修行，去了很多地方，也相当于是一样，跟唐僧差不多，去西天取经。悟空禅师呢，从21岁出去，在外面将近40年之后回到了长安。当时的皇帝呢，就命他在长安一个寺庙修行，翻译经书，并赐法号悟空，所以悟空禅师的就是这么来的。悟空禅师圆寂之后是安葬在陕西泾阳的嵯峨山。那么在福建这里有一个孙悟空的墓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《西游记》大家看起来是他们师徒4人一路取经，其实他们里面隐藏的故事非常多。你像在小说当中讲述的唐僧跟李世民是结拜兄弟，然后被李世民派去取经。那真实的故事就是说，当时唐僧属于偷渡出去的，没有被官方允许。他大概是走到玉门关那里，还差点被当时的士兵遣返。只不过可能唐僧能说会道，比较会洗脑一样，说的那些守城的官员就把他放出去了，这样才得以去取得真经。当然，唐僧在取经的途中确实也收了几个徒弟，那些徒弟基本上是一直陪伴着，包括在陕西的大雁塔以及玉华宫翻译经书的时候，他的徒弟都陪伴他。后面去世之后，都安葬在西安的南郊。终于快到了，我整整爬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爬山真的很累啊。不远处呢，就是孙悟空的墓，在这个山上呢，还有一个寺庙，还有一个南天门遗址，这个感觉都跟那个《西游记》有关了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我们看《西游记》，就是说孙悟空是石头里面蹦出来，然后去学艺，进而呢大闹天宫，但是失败了，被如来镇压在五指山下面。那从这个时候，唐僧从长安出发去西天取经，经过一些人的指引，来到了五指山，把孙悟空放出来，收他为徒。后面呢，又收了猪八戒和沙和尚
一路经过998十一难，经过非常多的艰险，来到了西天取得真经，修得正果。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。《西游记》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节奏，那应该算是一个很完美的故事，大家都功德圆满。那假如说《西游记》倒过来讲、倒过来看呢，这个可能才是最真实的人生。倒过来讲述的就是如来派唐僧师徒4人带上经书和小白龙去东土大唐传教。他们在去东土大唐的过程中，一路遇到了各种妖怪，有厉害的，有水平一般的，打来打去啊，他们发现很多都是有后台，有后台的无论怎么作恶都不会受到惩罚，而那些没有后台的呢，可能就被他们处理掉了。你像很多那些妖怪啊，是那些天上神仙或者一些大人物的坐骑，刚好要把它处理了之后，那些主人就来了，就说把这个坐骑要带走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猪八戒和沙僧就觉得太黑暗了，于是他们一个躲进了高老庄，一个钻进了流沙河。他们就想着，这么黑暗，我就不去东土大唐了。只有孙悟空依然坚持正义，一路斩妖除魔，要护送他的师傅唐僧去东土大唐传教。因为孙悟空啊比较正义，他不管你有后台还是没有后台，相当于是一视同仁。那结果孙悟空的这个态度呢，就得罪了天庭。因为很多那些妖怪啊，他的背后的靠山就是天庭的那些神仙。于是天庭对孙悟空啊忍无可忍，就和如来达成了协议。他跟如来说，我们可以保证唐僧能够平安到达长安，能够到达东土大唐，但是有一点就是说，孙悟空我们不能够容忍，你一定要把孙悟空这个刺头给办了。那如来一想，我最终的目标是去那个东土大唐传教，那中间的过程不重要，于是他就同意下来。在天庭和如来他们的一番阴谋下，小白龙重伤坠入山涧，孙悟空被打败了，于是被压在五指山下面。而这个时候，作为师傅的唐僧，他抛弃了孙悟空，自己一个人去了长安，在长安传教，被封为玉帝，享受了荣华富贵。那在这个地方，作为唐僧来讲，他又算是功德圆满了。但是孙悟空依然还在五指山下面压着。就这样的慢慢的过去，过了500年，孙悟空从五指山逃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他一声不吭，因为他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难，已经看开了很多东西，但是他觉得这个仇一定要报，于是去天庭把上面搅了个天翻地覆。在这个时候天庭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对孙悟空无可奈何，于是呢他就许诺让猪八戒化为人身，封天蓬元帅，把沙和尚封为卷帘大将，要他们去把孙悟空打败。要打败孙悟空，一般都会选择他们关系非常好的，作为师兄弟肯定是很了解了。那到了这个时候，就变成了他们师兄弟相残，孙悟空被押到五指山，然后师兄弟又相残，这样的话他就心灰意冷，去找菩提老师解惑。最后他封印了修为，把如意金箍棒扔进了东海做定海神针，自己呢回到了花果山，陪着他的猴子猴孙过完了平凡的一生。最终呢在花果山化成了一块石头。这个就是《西游记》倒过来看的一些结局，看完大家感受如何？是不是非常震撼？反正我感觉看完了让人胆战心惊，也让人不寒而栗。南天门就在这个地方，看一下南天门遗址，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，它这个墙壁当时是很厚啊，大概有1米厚，全部是由柱子撑着。这里有点像那种宫殿式的布局，那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寺庙的庙宇。这些石头，而且都是榫卯结构的。我们说木头有榫卯结构，其实石头有时候也有的。你看上面这些都是用石头拼接起来的。我们近距离看一下，古代的工匠是不是很厉害？
把石头弄进来，这样就能够保存很多年。木质结构的可能保存不了太久，但是石头的能够保存。齐天大圣墓就在前方这个小房子里面，在这里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小庙，里面供奉的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同时呢，他的墓也是在里面。现在走进去看一看，一进去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孙悟空的像，有没有跟你平时看的齐天大圣很相像啊？大家看看这个孙悟空长得像谁？我是想象不出来。在这个塑像后面有2块碑，其实就2个墓，一个写的是齐天大圣，一个写的是通天大圣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我查了一下资料，特别好玩，就是说孙悟空他不是独生猴，就是不是独生子，他有好几个兄弟姐妹，2个姐姐，2个弟弟，其中最小的弟弟就叫通天大圣。那么在福建深山中的这个孙悟空是真是假，大家其实心中有数。墓中所谓的齐天大圣并不是《西游记》的孙悟空，但是这个齐天大圣也不是编撰出来的，在当地呢一直是有齐天大圣这个说法，只不过《西游记》这么出名，大家呢就把齐天大圣孙悟空和这个齐天大圣相对应起来了，从而在这个地方才会有一个齐天大圣墓。其实《西游记》讲述的是唐僧4人，但是这个齐天大圣在福建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一种说法，很早就有记载。当时吴承恩写《西游记》的时候，他来过福建这边，引用了齐天大圣，是有这种说法。因为我们一开始也讲了，《西游记》的故事它是根据现实来改编、来演绎。那么孙悟空可能就是结合了陕西那个悟空禅师，还有福建这个齐天大圣的名字组合起来，成了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在福建很多地方其实供奉了齐天大圣，当然大家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故事看，还是可以的。